大家好，又是我北北。今天我要来分享桥头煎饼的食谱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这个就是新鲜的桥头，我们现在来把它处理一下。其实它的处理方法和青葱一样，我们只要把那些枯黄掉的叶子去掉，还有把那个须啊、根啊给去掉，然后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清洗干净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桥头切成幼幼的。我们把这个白色的部分切到幼一点，然后我们稍微的把它剁碎一下，这个白色的部分才是最香的。我们记得切好后，我们要把白色的部分和青色的叶子分开放哦，因为下锅炒的时间不一样。青色的部分我们就随意切吧，你们可以稍微切到长一点也可以，或者你们要切短短也是可以。桥头切好后，我们就把蒜米红葱给剁碎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桥头煎饼所需要的材料：新鲜桥头85克，鸡蛋2粒，蒜米红葱20克，鸡精粉1汤匙，粘米粉25克，普通面粉170克，清水300克。首先，我们把普通面粉、粘米粉还有鸡精粉倒入一个大盆里，然后我们把它稍微的搅拌一下，让它均匀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加入清水，我们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，我们要把它搅拌成5颗粒状的面糊。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鸡蛋倒进去，然后继续的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面糊放一旁。我们现在要去开火，把桥头炒香。现在我们在锅里放了一点油，然后我们把蒜米红葱倒下去爆香。当蒜米红葱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桥头白色的部分先倒下去，把它炒一炒。因为这个部分会比较硬，所以我们需要先炒，也不需要炒很久啦，只需要把它炒一炒，稍微的炒软、炒香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青色的叶一起倒下去，然后继续的炒，把这些桥头都炒到香香的，我们就可以关火。然后把这个桥头直接倒入我们的面糊里。我们把这个桥头和面糊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平底锅，然后在平底锅里放一些油，把它烧热。我们把这个面糊倒入平底锅里，用中小火慢慢的把它煎至两面金黄，我们就可以关火了，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们想要像我一样煎成这样小小圆圆一小片一小片也是可以，或者你们要把它煎成一大片，然后才来切块也是可以。
如果你们想吃煎饼，可是又买不到桥头怎么办呢？你们可以用青葱来取代，或者用韭菜也是可以。如果你们喜欢吃脆口的，你们就把面糊煎得薄一点，不要煎到那么厚，然后把它煎到金黄一点，酥脆一点。可是如果你们喜欢吃到厚厚，里面有一点软软的口感的话，你们就把面糊放多一点哦。可是如果面糊放得越厚的话，我们就要煎久一点哦，怕里面的面粉、面糊会不熟。大概就像这样，煎至两面金黄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了。如果你们喜欢吃到更酥脆、更焦香的话，你们就煎久一点哦，把它煎的有一点焦香的，应该会更好吃。经过了一番努力，终于完成喽！来，收拾一下，上课喽！又来到了温馨提示小课室。如果买不到桥头，可以用青葱或韭菜来取代。把桥头炒一炒，才加到面糊里，会更加的香。如果不要炒，也是可以的。煎饼的厚度可以自己决定，要酥脆就煎薄一点，要吃到软软的口感就煎厚一点。我们用中小火把煎饼煎至两面金黄，就可以上碟了。来，向大家介绍这一款辣椒酱。我觉得它拿来点煎饼、芋头糕、金瓜糕这一类的糕点，非常的适合，非常的好吃。这不是打广告哦，是我个人觉得好吃，想分享给大家。如果大家有遇到这个牌子的辣椒酱，可以试试看买一支来吃哦，不错的。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桥头煎饼。大家不要看它好像普普通通的煎饼，只要你们吃上一口，真的是会一口接一口的吃哦，吃到停不下来的。我们可以吃到煎饼的焦香味，还可以吃到桥头的香气。如果你们不要用桥头，也可以用青葱、韭菜或者长豆来取代，也一样的好吃。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吗？桥头煎饼，它的材料简单，做法也容易。好了，不说那么多了，厨师肥肥已经在开始偷吃了。今天的桥头煎饼成功。我下一个视频呢，会来一个巴迪蛋糕 Cake Bade。如果喜欢吃巧克力或者美露的朋友，真的是会爱上这个蛋糕哦。它的材料简单，做法也并不难。它吃起来有非常浓郁美露的香气，超好吃的，放去冷藏，冷冷的拿来吃更好吃哦。大家对这个巴迪蛋糕有兴趣吗？有兴趣的话，记得留意我下一个视频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还是一样，记得帮我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